台海忽然安静，共军军机罕见消失2日，党媒却疯狂连刷习近平的名字，一天数版头条。这种过于主动的高调，究竟是在展示权威，还是在暴露恐惧？就在中东战火升腾，以色列精准让领导先走的斩首行动震撼全球的同时，北京突然陷入诡异的控场模式。从求是杂志到人民日报，习近平大绑所有官媒，连续高调发布所谓的中长期经济计划。计划谁的未来？是人民的还是自己的？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无声的转折点？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今天党媒人民日报和官媒新华网头条登载了习近平在党刊求是的文章，把所谓中长期经济计划是中共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与6月13号中共隆重纪念的陈云所倡导的鸟笼经济遥相呼应，和川普要求的开放市场与经济转型大唱反调。紧接着新华社刊发特稿，借助习近平推动中共与重压合作的故事，宣扬中共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什么？按照经济学家许成刚的说法，其实就是中共的全球扩张。看起来川普关税战并没有让中共长记性，还是要用计划经济剥夺普通民众的经济成果，用一带一路的全球扩张战略与美国争夺全球话语权。不过中东的炮火瞬间吸引了世界目光，尤其是以色列再一次展示了让领导先走的军事能力和情报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等多名指挥官以及伊朗多名核科学家丧生。以色列让领导先走的精准斩首能力具有深深的震慑力。如果以色列具备这样出色的军事与情报能力，美国的军事战斗与情报的迅速准确应该不会逊色。这或许是中共高层最害怕的，他们的命可是很值钱的。这2天习近平心心念的统一大业似乎也有搁置的现象，台海突然安静了。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台海周边最新动态资讯，从6月14号早上6点到15号早上6点为止，共侦获6艘次共军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期间没有侦获共军军机。中南海内部发生了什么？党媒官媒为什么连篇累牍将习近平的名字挂上头条？这不是在明白告诉美国，嗨，瞧这儿，这才是我们的头吗？6月11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李友潭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举办专题讲座。他指出，今天的中国具有比俄罗斯更有机会民主化的3大因素。首先，中国经济倒退。其次，李友潭观察到，在全世界看不到哪个国家的人在离开本国后会有那么多人反对他的政权，只有中国人。第三，美国改变了对中共政策，美国的压力是过去台湾和韩国走向民主化的主因，如今美国带领全世界对抗中共，这将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外在因素。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我是觉得中国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内交外困的一个局势，这个是一个多种结构性的危机局面。川普上任之后，他的关税经济施压可以说是重创了中共的经济基础。他不仅仅是加码对中共的关税，事实上是在对中共实施全面的经济打击。至少它的全面征收关税已经是扩大了几乎所有中共出口的商品了，也是在继续的推动美国全面去中共化的供应链的转移。可以明显的看到川普在重新激活印太战略联盟，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川普他重新激活印太战略联盟，正在构筑一个对中共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围堵。
所以说中共现在的处境很难找到一个解套的道路，因为中共 GDP 的下滑，外汇储备消耗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甚至导致很多的公务员、教师啊等等都在抱怨说被拖欠工资，这对整个他所统治的信心是有一定的打击的。而且中国的失业率非常高，青年人尤其是对未来觉得没有希望绝望的气氛在社会上蔓延。以色列武力打击伊朗，对中共核心权力圈应该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盛雪说，以色列打击伊朗的这个事情呢，我是认为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它可能会引起中共内部的路线斗争，或者他们内部的一种裂解，因为总是有人能够看得懂这样的一个局面嘛。那么你是继续对抗，你是死硬到底，你还是现在转变态度，向美国求和，然后呢去稳固你自己的基本盘。所以这个有可能在中共内部也形成一种新的一个内部的对抗的压力。不管咋说，现在以色列做出了这样的一种定点精准的斩首的行动，对中共专制独裁的政权的威慑是特别厉害的。习近平国进民退的计划经济路线导致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内需疲弱，失业大军充满各行各业。今年1222万应届毕业生将成为当局非常头疼的问题。习近平对人工智慧的追捧与经济衰退狭路相逢，几百万常规工作岗位面临失业风险。上周五晚上，360安全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周鸿祎在一段中文视频中说，我计划干掉360整个市场部。这段视频反映中国一个现实，在成本压力下，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用 AI 取代工作岗位。川普利用关税作为武器，对中南海步步紧逼，要求它开放市场，让经济从对外出口依赖转到增加国内需求上。北京前律师、加拿大民政主席赖建平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内忧外患的中共有没有可能转变它的治理方式？这个转变两种可能，一种是小的形式上的转变，一种是本质上的转变。形式上的转变呢，就是在局部的，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减少和美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抗。那么实质性的转变呢，也就是本质的体制的变革。那也就是说，从专制制度转变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我认为前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呢，中共可能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采取一种形式上的转变，也就是说，跟美国跟西方的这种经济贸易关系紧张对峙的状态呢会缓和。因为如果继续跟美国和西方负隅顽抗，那么中国的经济呢会更加的雪上加霜，它的对外贸易会更加的举步维艰，所以这是逼着他没有办法，他没有本钱去做这种对抗。相反呢，如果他适当的降低身段，进行某种妥协，那么他还可以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呢获得一个经济上的某种回旋余地，可以苟延残喘。而且经济上的、贸易上的这种一定程度的缓和呢，还有利于他政治上的降低他的对抗的烈度。所以这种局部的策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根本性的转变呢，恐怕不乐观，因为这不仅仅是共产党一个政党的问题，更是习近平个人身家性命的问题。一个独裁党，一个独裁者，他能玩命的也要保住这个政权。习近平如此追捧人工智慧，表面让中国强大，但许成刚指出，中共集权制度对科学的摧毁是持久的，科学技术的最前沿永远来自开放，来自最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毫无例外全是民主国家。习近平的追求实际上是将中国推向一条此路不通的绝路，这就是今天党媒官媒挂在头条的计划经济。在中东战火依然猛烈，中美贸易战硝烟暂息，而川普后招层出不穷，中国百姓连草都快吃不上，马上就要造反的当下，中国应该恰好处在李友潭教授认为的历史转折点。川普总统说，他将和习近平密切合作，让中国开放对美国的贸易，
这将是两国的一大胜利。一个开放市场的中国，在川普眼中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中国的胜利，同时也是台湾的胜利。李友潭教授认为，只有中国具有了自由民主，台湾的自由才能获得完全确保。你认为是这样吗？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